Doesn't look any different to any narrow-body plane that you've used to fly. So welcome on board China's new airplane. 长期以来，全球商业航空市场如同一个由少数成员组成的私密社团，其中西方的2家主要制造商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不仅划分了市场份额，还主导着价格体系和行业标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航空旅行的未来走向。然而，中国正在不动声色地进行一项具有颠覆性潜力的创新，有望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格局。这款正在研发的宽体客机，无论是在计划的航程范围、载客能力，还是预期的成本效益方面，都超越了波音和空客目前的所有型号。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中国是否能够成功制造出这样的飞机，而是当这一目标实现时，整个航空产业将迎来怎样的变革。在过去的50年时间里，全球天空一直被2家巨头企业所主导，形成了一种双头垄断的局面。如果航空公司需要购买宽体飞机，那么他们能够选择的供应商实际上只有2家，位于西雅图的波音公司和位于托莱多的空中客车公司。这种市场格局不仅仅是简单的市场份额领先，更体现了这2家公司对技术供应链以及行业监管体系的全面控制。正是这些关键要素才使得远程洲际航空旅行成为可能。上世纪70年代，波音公司推出的747机型彻底改变了航空旅行的方式，使得数百万人得以体验跨越大陆的飞行。面对波音的创新，空中客车公司以其 A300 机型作为回应，并最终推出了超大型客机 A380。然而，这2家公司之间的竞争在降低航空公司运营成本方面效果并不显著。当像宽体客机这样复杂的航空产品，其供应商仅有2家时，产品的定价权就牢牢掌握在波音和空客手中。飞机的售价持续上涨，交付时间也往往需要等待数年之久，这使得航空公司在谈判中几乎没有多少话语权。其他国家也曾尝试进入宽体客机制造市场，但都遭遇了重重阻碍。例如，俄罗斯的宽体飞机研发项目一直未能实现商业上的成功。日本虽然参与了波音飞机的生产，但始终扮演的是次要合作方的角色，而未能成长为独立的宽体飞机制造商。进入这个行业的壁垒极高，需要长达数十年的经验积累，数以千计的通过认证的零部件供应商、愿意合作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商，以及监管机构愿意为新飞机颁发国际运营所需的认证。而最关键的是，还需要有航空公司愿意承担风险，将自身的运营业务押注在尚未经过市场充分验证的新产品上。波音和空中客车的双头垄断地位并非通过不正当的串通来实现，其根本原因在于制造安全、高效且能够进行长距离飞行的飞机，其难度之高超乎想象。而这2家公司正是通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和技术积累，才达到了如今的卓越水平。2008年，中国正式成立了一家肩负重要使命的企业——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商飞。其宏伟目标昭然若揭，打造能够在全球航空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国产飞机，并逐步降低对西方航空制造业的依赖程度。中国商飞的首个重要尝试是 ARJ21 翔凤支线客机，尽管该项目在时间上超出了最初的预期，并且在试航认证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难题，但这些经历为中国商飞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涵盖了飞机研发、认证流程以及构建现代化航空工业所需的复杂供应商体系等关键环节。真正的考验来自 C919 这款窄体干线客机，其目标直指国际航空巨头波音公司的737系列和空中客车的 A320 系列。该项目于2008年正式启动研发，历经多年的测试和认证挑战，终于在2017年成功实现首次飞行，并于2022年投入中国东方航空的商业运营。尽管 C919 目前能够安全地执行国内航线的客运任务，并已于2022年正式加入中国东方航空的运营，运行状态良好，安全地输送着国内航线旅客，但它也清晰地揭示了中国航空工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虽然 C919 被视为国产飞机，但其关键零部件仍然高度依赖西方供应。例如，飞机的发动机来自 CFM 国际这家合资企业，而航电系统、飞行控制系统以及众多其他重要系统都由欧美供应商提供。这种依赖性在当前全球贸易关系趋于紧张的背景下，无疑构成了一个潜在的政治风险点。更重要的是 ，C919 的研发历程表明，即使是建造相对简单的窄体客机，中国也花费了将近15年的时间才得以实现从项目启动到投入商业运营。相比之下，宽体客机的复杂程度呈指数级增长，其更大的机翼需要承受更高应力下的弯曲变形，机身在漫长的洲际飞行中必须维持稳定的气压。
对航程的要求也迫使燃油效率必须大幅提升，并且所有关键系统都必须具备冗余设计，以应对在长达数小时的跨洋飞行中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因为那时几乎没有紧急迫降的选择，中俄合资的 CR929 宽体客机虽然可以从 C919 项目中吸取一定的经验，但其所面临的挑战将是完全不同量级的。中国正潜心研发的 C929 客机并非其在大型客机领域的首次尝试。这款基础型号的 C929 采用了3舱布局，能够容纳大约280名旅客。此外，该机型还存在多种衍生版本，其载客量可根据不同航空公司的具体需求进行调整，范围大致在20至50人或400人之间。C929 的目标飞行距离约为12000公里，这意味着它可以轻松实现北京直飞伦敦或者上海直飞洛杉矶等远程洲际航线。凭借这些关键参数， C929 直接将矛头指向目前在役的最先进宽体客机，例如波音787系列和空中客车 AF50 系列。在设计理念上， C929 深入研究并吸纳了现代航空工业的发展趋势，其主体结构的复合材料使用比例将超过 50%， 这有助于显著减轻飞机重量并提升燃油效率。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策略与波音787所采用的技术路径不谋而合。波音787在其机身的大部分区域，包括机翼、机身段以及尾部结构，都创新性地使用了碳纤维复合材料来替代传统的铝合金材料。然而，这种广泛应用复合材料的设计也带来了巨大的工程挑战。由于复合材料在承受应力时的特性与金属不同，因此需要采用特殊的制造工艺，并且必须开发新的检测技术来确保飞机的安全性。C929 采用了双引擎配置，这符合当前远程客机的主流行业标准。曾经流行的4引擎喷气式飞机，如波音747和空中客车 A380，已逐渐在市场中淡出。这主要是因为现代航空发动机的可靠性已经大幅提升，使得双引擎飞机能够安全地执行跨洋航线，同时还能显著降低运营成本中的燃油消耗。在气动设计方面， C929 融入了诸多先进的减阻特性，例如后掠式翼尖和经过优化的机身外形。其客舱设计也充分考虑了乘客的舒适性和实用性，配备了加宽的座椅以及能够容纳现代旅客随身行李的顶部行李箱。航空公司可以根据自身需求灵活配置客舱布局，从高密度的全经济舱布局到配备平躺式商务舱座椅的高端配置均可实现。从理论数据上看， C929 几乎在所有关键规格上都达到了与西方竞争对手旗鼓相当的水平。然而，真正的考验并非仅仅设计出一款在外观上具有竞争力的飞机，更在于能否成功制造出真正能够兑现设计承诺的实体，并顺利通过各项严格的认证，最终实现长达数十年的安全可靠运营。C929 大型客机项目于2017年启动，起初并非完全由中国主导。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 UAC 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COMAC 以对半出资的形式组建了一家合资公司，旨在联合研制一款当时被称为 CR929 的远程宽体客机。这项合作对中俄两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俄罗斯方面贡献了其在大型飞机制造领域积累数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在伊尔96等宽体飞机的设计方面，而中国则提供了强大的制造能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及充足的资金支持。按照最初的计划，双方将在两国分别建立总装生产线，并由各自的航空工业提供零部件和技术支持。这种分工模式在当时看来是颇为合理的。具体而言，俄罗斯原本负责机翼设计和部分机身结构的制造，这得益于其在大型飞机结构方面的丰富经验。中国则主要负责航电系统、客舱内饰系统的研发与制造，以及面向亚洲市场的总装工作。双方期望通过合作打破西方国家在宽体客机制造领域长期以来的垄断地位。在随后的几年里，合作进展顺利，双方共同完成了初步设计阶段，并在国际航空展览上展示了实体模型。两国工程师紧密合作，共同制定了技术规范。然而，国际地缘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给合作蒙上了阴影。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引发了西方国家前所未有的严厉制裁，这严重打击了俄罗斯的航空工业。俄罗斯航空公司失去了从波音和空客获取飞机零部件和技术支持的渠道，而俄罗斯本土的飞机项目也因西方零部件供应商的撤离而面临供应链中断的困境。
最终，这段合作关系在2023年彻底瓦解，俄罗斯正式退出了合资企业，飞机型号也更名为 C929。究其原因，不仅有西方制裁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方显然认为合作已经拖慢了研发进度。尽管俄方在技术上有所贡献，但其带来的复杂性似乎已经超过了其价值。选择单干意味着中国将完全掌控项目的决策权、时间表和技术路线，但也意味着需要独自承担全部的研发负担和风险。此次中俄在大型客机项目上的分道扬镳，是中国对其自身航空工业信心的重要体现。他们相信有能力独立完成宽体客机项目，而这是数十年来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成功实现的壮举。尽管一些引人注目的报道暗示 C929 客机即将进行首次试飞，但实际上该项目仍处于研发的早期阶段。截至2015年末 ，C929 项目正专注于详细设计工作。在这个关键阶段，工程团队需要最终确定飞机的每一个零部件和系统的具体规格。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是在任何实际的金属切割或复合材料铺层工作开始之前进行的，而这些工序直接关系到飞机的实体结构。时间来到2024年11月，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COMAC 简称科迈克宣布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航签署了一份框架协议。该协议确立了这家主要的国有航空公司作为 C929 的启动客户，这对项目而言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拥有像国航这样具有重要地位的承诺客户，不仅能够验证飞机设计的合理性，还能为设计工作提供具体的运营需求作为参考。航空公司在此时不仅是购买飞机，还会详细指定包括厨房位置和货舱配置等所有细节。尽早纳入这些需求，可以有效避免后期进行高成本修改。根据供应商的公开声明以及行业分析师的预测， C929 的首段机身部件预计将在2027年9月交付。需要明确的是，此阶段交付的并非完整的飞机，而是主要的结构部件，这些部件最终将被组装成原型机。如果一切按计划顺利推进，预计在2029年左右将诞生首架完整的 C929 原型机，首次飞行将在原型机完成组装和地面测试后的数月甚至数年内进行，具体时间将取决于这两项工作的进展情况。飞机认证是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通常需要3到5年的时间。在完成首次飞行后， C929 必须证明其能够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从发动机故障到极端天气乃至各种系统故障。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 C929 在中国国内的认证过程可能会相对较快。然而，来自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和欧洲航空安全局 EASA 的国际认证，对于希望在中国境外运营 C929 的航空公司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预计将耗费更长的时间。航空分析师基于现实情况的预估显示， C929 可能在2032年左右获得认证，并有望在2030年代初期至中期投入商业运营。这并非意味着项目的失败或延误。以飞机研发的标准来衡量，例如波音787客机从项目启动到首架交付大约花费了8年的时间，而波音公司拥有数十年的宽体客机研发经验，空中客车 A350 客机的开发周期也大致相当。考虑到科迈克在宽体客机研发方面经验相对较少，却在挑战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因此15年的研发周期实际上是合理的。每次谈及国产大型客机 C929， 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最终浮出水面且无法回避。那些能够驱动宽体飞机跨越广阔海洋的高推力涡扇发动机，代表着人类工业制造领域最为尖端和复杂的科技成就之一。目前全球范围内仅有少数几家企业掌握这种核心技术，通用电气 G、罗尔斯罗伊斯 Rolls 简 Royce 和普惠 Pratt Whitney 是该领域的绝对主导者，他们之间有时也会通过合作 ventures 的形式进行部分协作。中国深知发动机自主的重要性，正通过包括 CJ2000 在内的多个项目大力投入资源进行自主研发。CJ2000 的目标是为宽体客机提供动力，然而发动机的研发绝非仅仅是对现有技术的简单放大，随着发动机尺寸和所需推力的增加，其在热力学、材料科学以及制造精度等方面的要求将呈现指数级的增长。例如涡轮叶片需要承受远超制造材料熔点的极端高温，其结构的可靠性高度依赖于精密的冷却通道和先进的陶瓷涂层。此外，整台发动机必须在长达数千小时的大修周期内保持稳定可靠的运行，同时还要满足日益严苛的燃油效率标准。尽管中国在发动机研发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 CJ2000 项目却多次遭遇延期。截至2025年，目前仍没有明确的时间表能够表明中国自主研发的发动机何时能够真正为 C929 客机提供可靠的动力。
这无疑将引发对国外技术和产品的依赖性问题，从根本上动摇中国航空工业自主发展的战略目标。理论上，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COMAC 简称中国商飞，可以选择采用西方国家的发动机，并且部分机型很可能也会采取这种方案。包括罗尔斯、罗伊斯在内的西方发动机制造商已经表达了对中国巨大市场的浓厚兴趣。然而，这种选择也带来了潜在的政治风险。一旦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恶化，发动机的供应可能会中断，从而导致整个 C929 机队面临停飞的风险。国产载体客机 C919 已经面临着类似的脆弱性，因为它严重依赖 CFM 国际公司的 LEAP 发动机，而贸易限制已经使其 C919 的国际销售受阻。由于 C929 也可能需要获得美国部件的出口许可，因此它很可能面临与 C919 相似甚至更为严峻的困境，尤其是在缺乏成熟可靠的国产发动机选择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中国的宽体客机雄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需要依赖那些试图与其在国际市场上展开竞争的西方供应商。这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复杂关系构成了 C929 项目研发过程中面临的核心矛盾和挑战。尽管获得西方国家的认证和拓展国际销售渠道至关重要，但归根结底，中国自身拥有的关键要素足以重塑全球航空业的格局。作为全球规模最大且增长速度最快的航空市场，近年来，中国各航空公司在国内航线的旅客运输量已突破4亿人次。随着中产阶级群体的不断壮大，这一数字预计将持续攀升。据预测，未来20年内，仅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就需要新增数百架宽体客机。与此同时，连接中国各大城市与亚洲其他地区、非洲乃至更遥远区域的国际航线需求，也将进一步推升飞机的需求量。这种相对封闭的市场环境为中国商飞 COM、AC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是波音和空客等西方航空巨头从未拥有的。即使 C929 宽体客机在中国境外未能售出一架，仅仅依靠国内市场的庞大需求，就足以支撑该项目的持续发展。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航空公司大多为国有或受到国家的重要影响，这使得他们更有可能被引导采购国产的 C929 系列飞机。无论西方的同类机型在效率上是否略胜一筹，或者在技术上是否更加成熟，这种有保障的客户群体从根本上消除了飞机研发过程中最大的风险，即投入数十亿美元推进项目后，却面临航空公司拒绝采购的困境。政府的支持不仅仅体现在飞机采购层面，中国的银行还为购买中国商飞产品的航空公司提供优惠的融资条件，相关的监管审批流程也更为高效。此外，机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也优先考虑适配新型国产飞机。可以说，整个体系都在协同发力，致力于推动国产飞机的成功。当然，这种模式并非中国独有，波音公司的发展历程中也曾受益于美国政府的支持，而空客的诞生，其本质也源于欧洲各国政府为抗衡美国在航空领域的领先地位而进行的协作。然而，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商飞所获得的支持力度更大、更直接。此外，国内市场的巨大优势还为国内飞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运营数据，这些数据对于飞机的改进至关重要。任何早期型号的飞机都必然存在需要优化的问题。通过数百架飞机在中国航线上数百万小时的飞行，将产生识别潜在问题并开发解决方案所需的宝贵数据。当中国商飞正式推进 C929 的国际认证时，该机型将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际运营经验，从而使其成为一款更加成熟可靠的产品。要使飞机获得载客运营的许可，就好比攀登一座极具挑战的认证高峰，其难度甚至可能超越最初的设计阶段。这一过程需要向监管部门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飞机符合成千上万条细致入微的具体要求。这些要求涵盖了从机身结构的坚固程度到紧急情况下乘客撤离所需的时间等方方面面。在中国，负责这项认证工作的是中国民用航空局。考虑到政府优先发展国内航空产业的政策导向，中国民航局的认证通常能够顺利通过，但前提是必须经过大量的测试验证。真正的挑战往往来自于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和欧洲航空安全局 ESA， 这两个机构制定的标准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所采用。在亚洲、中东、非洲以及拉丁美洲，航空公司在购买飞机之前，通常会要求飞机必须获得美国或欧洲的认证，即使他们的航班可能永远不会飞往欧美地区。
正是因为缺乏这些国际认可，科麦克斯的国际市场受到了显著的限制，整个认证流程耗时数年之久，包括对设计文件的详尽审查、对制造工艺的现场核查以及大规模的飞行测试。飞机必须证明其有能力应对所有可以预见的故障情况，例如在起飞时一台发动机失效，或者多个系统同时发生故障，以及在各种紧急情况下乘客是否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安全撤离等等。所有这些情景都需要经过严格的测试并留下完整的记录，政治因素也为这一过程增添了额外的复杂性。以 C919 客机为例， FAA 对其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审查，但截至2025年，其在美国运营的认证仍未获得批准。而且自从认证流程启动以来，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非但没有缓和，反而变得更加紧张。作为一款更大型、系统更复杂的宽体客机， C929 将面临更为严苛的审查。一些航空分析师甚至认为 C929 可能永远无法获得 FAA 的全面认证，或者可能需要耗费10年以上的时间。欧洲航空安全局 ESA 在认证时间方面也历来遵循类似的节奏，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机型注定会失败，但这的确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其能够运营的航线和目的地范围。与中国保持紧密关系的航空公司和国家可能会仅接受中国民航局 CAC 的认证，尤其是在科马科公司提供具有吸引力的价格时。然而欧洲、美洲以及亚洲部分地区的主要国际航空公司很可能会等待西方认证通过后才会考虑下单采购。不论 C929 最终能否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亦或仅仅在中国境内占据主导地位，它的出现已经显著地改变了行业的竞争格局。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波音和空客首次面临一个潜在的强劲对手。该对手不仅拥有雄厚的资金支持，还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并背靠庞大的国内市场。短期来看，这种变化将首先体现在定价和销售策略上。如果中国的航空公司将大量的飞机订单从波音和空客转向中国商飞，那么这两大西方制造商将失去一个至关重要的增长市场。中国曾经是他们宽体客机最大的客户群体之一，虽然这些订单不会完全消失，但其规模必然会大幅缩减。这将迫使波音和空客在其他市场展开更加激烈的竞争，他们可能需要通过降低价格或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融资方案来争取客户。从长远角度来看，影响将更为深远。每一架交付使用的 C929 飞机，每一次的飞行小时积累，以及每一个得到解决的技术问题，都将成为中国商飞宝贵的学习经验。C929 初期在效率或技术先进性方面或许不如波音787或空客 A350， 但飞机项目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例如波音737经过数十年的不断优化，其性能早已远超20世纪60年代的最初设计。空客 A320 系列也经历了类似的演变。如果给予中国商飞10年的运营经验， C929 或许能在性能层面，而不仅仅是价格层面，展现出真正的竞争力。与此同时，技术转让方面的担忧加剧了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向中国商飞提供零部件或专业技术的西方供应商面临着批评，被指责其正在帮助中国发展可能在未来反过来威胁西方利益的实力。美国政府已经对向中国航空企业出口部分技术实施了限制，未来相关的限制可能会进一步收紧，这可能会迫使中国民航客机公司比原计划更早地实现完全的自主研发。航空供应链有可能分裂为西方和中国两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二者之间的交集有限。然而，对于航空公司而言，拥有一个可行的宽体飞机，第三选择将具有极大的价值。双头垄断对客户是不利的，拥有中国商飞作为可靠的替代方案，将使航空公司在与波音和空客进行谈判时获得更有利的议价地位，甚至可能降低采购成本。即使是那些从未考虑采购 C929 的航空公司也会从中受益。小型或发展中国家的航空公司或许将尤其受益，因为中国已经展现出在飞机销售中提供优惠融资和政治关系支持的意愿，这是西方制造商往往无法或不愿始终提供的。当然 C929 不会在一夜之间颠覆航空业，目前该项目尚无原型机，其适航认证之路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但是这个项目具有真正深远的意义。中国正系统性地构建专业技术、基础设施和供应链体系，目标是参与全球最复杂且政治敏感的制造业领域。无论 C929 最终能否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或者遭遇技术上的挑战，中国都将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并将这些经验应用于下一代飞机乃至更遥远的未来。航空业这个封闭的俱乐部正在敞开大门，无论现有成员是否乐见其成，